大家好，今天来介绍一下这个 EasyJoy 32 V4B 版本的这个无线模块。那首先在我们的这个官网的这个硬件栏目里面呢，你会看到这个 EasyJoy 32 V4B 版本这个无线模块的针脚定义图以及它的这个原理图。那你根据这个就可以制作自己的这样一个无线模块。那这边的话是我自己做的这样一个无线模块，它除了这个模块本身之外，还需要一个 NRF24L01的这样一个无线的这样一个模块来跟它配合工作。插上这个无线模块之后呢，首先我们需要给它刷一个 DFU 的固件，这个固件是使用这个3.1的那个 DFU 固件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按住 DFU 来插上这个 USB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会识别到一个 DFU， 然后我们给它刷一个无线模块的这样一个固件，点击这个按钮，然后在这个4.0.40 版本以后的这个文件夹当中呢，是可以找到这个固件的。那这个时候是没有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这边是需要给它修复一下。那用这个 Easy Control 的这个修复器，然后切换到4.0.40 版本。那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它这边缺了这个文件，对吧？我们点击修复，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帮你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。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可以找到这个 NRF24V4B 的这样一个固件了，然后打开它，然后上传。OK， 上传完成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它退出，然后重新插拔一下这个 USB。OK，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1的这个绿灯是亮起的，并且这个 LED 的这个灯也是亮起的。那剩下的这个白色和这个蓝色是2个电源灯。然后在这个设备和打印机里面，你会找到一个 EasyJoy 32 NRF24 的这样一个手柄。那打开这个手柄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是有6个轴和128个按键。那这个页面是显示不全的，对吧？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软件来看一下它的手柄。OK， 这边有一个小软件，然后上面是 EasyJoy 32 NRF24，那它是有6个轴的 ，XY 是2个，3、4、5、6个轴，4个苦力帽和128个按键，这是这个无线模块所支持的所有功能。那无线模块有2个按键，刚才也讲了，右边这个是 DFU， 那左边这个是切换频道用的。你按一下之后，你点一下，然后这3个灯会闪动，然后自动重启，然后再连接到 USB 上。你会发现这个频道已经切换到了2上面去。那这个无线模块是支持9个频道的，是1到9个频道的。这个是要配合这个 V4B 里面无线模块来使用的。那我们这边就先切换到这个2的这个频道上面去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看到这边是有一个 V4B 的版本，然后呢，这边还是同样的这个 NRF24L01的这样一个无线模块，然后我用这个杜邦线直接接到了这个自定义接口上面去。然后我们来到这个 Easy Control 里面，然后再去配置一下这个无线模块的针脚。然后在这个自定义页面里面呢，我选择一个空白，然后选择最下面这个 NRF24L01无线的这样一个模式，然后去配置它的一个针脚。那 NRF24L01无线模块呢是需要配置这5个针脚的，然后你只需要配置任意5个这个你接入的这个自定义针脚就可以了。那我这边的话是用的这5个。那配置完成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无线频道，我们刚才也讲了，就是说这个无线模块上面不是有9个频道嘛？我们之前是设在了频道2，那你这个 V4B 版本也要设置到频道2，那这个无线模块才可以跟它配合使用。那下面的这个数据同步是不需要去关心的，因为无线模块只能作为接收，不能发送任何数据。也就是说，它只能用作比如说无线手柄啊、无线键盘、无线鼠标这3种功能，其他的功能一概不支持。这边是需要注意一下的。是配置好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上传上去。
重启完成之后呢，这个无线模块就可以正常工作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无线模块就可以正常工作了。那这个时候你会注意，这个无线模块上面，就是这个无线接收器这个模块上面呢，这个 debug 一灯在这里闪烁。那这个闪烁的意思就是它接收到了这个来自 V4B 的这个信号。那有的时候它会不闪烁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你没有配置这个 V4B 的这个功能。就是你要配置它的这个，比如说你可以给它一个按键输出啊，包括轴啊等等这些功能。有了功能之后，它才会产生这样一个通信。那这个通信是对应的，就是你的这个 V4B， 就这边有一个 NRF24 的这个接收模块，那这个 V4B 就是作为一个发送模块。那这个手柄怎么配置的话，那它对应的这个接收模块就是怎么接收的。就这边有一个按钮的话，那这边对应的这个 NRF24 的这个第一个按钮，那就接收的就是这个 V4B 这个芯片的这个第一个按钮的这个输入操作。那但是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，如果是轴输出的话，那因为我们这边的轴是这边有一个轴标识的这个修改，那这个修改是同步不到这个NRF24的这个无线模块上面去的，也就是说这个轴标识是没有意义的。它的这个轴输出是根据这个轴的编号来输出的，就是1就是第一个轴，就是 X 轴，2就是第二个轴，就是 Y 轴，它是这样对应的。你修改这个轴标识，比如说我这边这个轴的标识是 Z， 但是你会发现它其实控制的是这个 NRF24的这个 X 轴，这边是要特别注意的。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V4B 版本的这个无线模块的这样一个功能介绍。那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